魏无羡没有注意到身侧那双握着方向盘的手上逐渐浮起的青筋。没有人在说话，只是在几个人准备下车时，蓝忘机诞生道：校规抄3遍，下个星期3之前交。魏无羡趴在沙发上，发出一阵高于一阵的惊呼：啊啊！蓝湛，蓝湛，蓝湛，别，好蓝湛，你轻点儿，不行啊！蓝忘机收回手，艰难道：你轻些声叫唤。魏无羡委屈道：疼。蓝忘机无奈道：我没有用力。魏无羡，我这么可怜弱小又无助的人，你得轻点儿，轻点儿，再轻点儿。蓝忘机微叹口气：太轻，揉不开淤血。魏无羡哼哼唧唧道：哎，揉不开就不揉了，不理他，过几天自己就好了。蓝忘机不说话，只是又放轻了些力道，继续帮他按揉着腰背处的淤青。魏无羡百无聊赖的摆摆脑袋，没话找话：哎呀蓝湛，我今天又带着你打架了，你说说，你这辈子一共打过几次架呀？蓝忘机：2次。魏无羡半支起身子：真的？那岂不是每次都被我带着？蓝忘机按下他的肩膀：趴好，不要动。魏无羡被蓝忘机看似轻柔实则大力的一把按回了沙发上。哎呦，你劲儿怎么这么大？不过你没打过架，身手怎么这么好？最开始我还一直以为轻点儿，还一直以为你是那种需要人保护的文弱书生类型。蓝忘机道：幼时学过。魏无羡笑道：你学过的东西好多呀，太厉害了。蓝忘机眼含笑意，不置可否。默了默，魏无羡想起一件事，一件本该早早去问，却直到今天也没有开过口的事。魏无羡想了想，轻声道：蓝湛，那年你和我一起打了架以后，你们家有没有发生过什么？蓝忘机的手上停住了，顿了一会儿，他才又开始之前的动作：没有。魏无羡：真的吗？你不要瞒着我。蓝忘机道：真的。风平浪静。魏无羡了一口气：那就好。蓝忘机没再接话。关于2年前的那场群架，其实一直都是2个人这段时间避而不谈的事情。如今冷不防被魏无羡提起，他们一时间谁都没有办法再继续谈下去。说起来，虽然蓝忘机当年曾参与其中，可那件事从头至尾和他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。那几年里，温氏凭着各种登不上台面见不得光的商业竞争手段蒸蒸日上，在 S 的几个大集团里如日中天，几乎整条资金产业链都被其以强制手段垄断，一时间竟有了几分一家独大的味道。同时，整个温氏家族的亲眷、员工以及底下的下属公司逐渐开始飞扬跋扈起来，仿佛总想要压人一头的样子。其中最为甚者便是温氏的少东家温晁。魏无羡起初对这个人的了解仅限于略有耳闻，平日里从身边人口中听到有关于他的各种和赞美和批贬的评价，也只是一探而过，从未刻意留心过。后来几大集团的子弟大都被送进了在 S 市颇具盛名的云深高中，他也不可避免地和温晁成了校友。然而2个人并不在一个班，魏无羡也得了于子渊的警告，平日里再怎么上房揭瓦也从不去招惹他，向来与其井水不犯河水。可后来不知怎么的，温晁似乎看魏无羡极不顺眼，开始3天2头有意无意地找出或大或小的由头来进行各种挑衅。当时的魏无羡正在忙着2件事，一是每天撩拨刺激蓝忘机，二是参加各项全国级的物理竞赛来获得 Q 大的免学费保送权，打算顺利进去以后再通过转系去学自己最感兴趣的生物工程。于是只把温晁当作闲得成腾浪费大把青春年华的无脑傻叉，对于他的挑衅，向来实行不听、不看、不知道的3不政策，微妙地维持着自己平静的生活。然而一切却在临近高考那段日子里发生了改变。一天晚自习，江澄因为吃坏肚子请了假。魏无羡夜晚做完值日，正准备回家时，撞见了正在和几个温家子弟一起把一个女生拖进男厕所的温晁。魏无羡一眼认出那个是同自己一个班并且隔3差5的往他抽屉里塞巧克力蛋糕的某个小女生，觉得自己不能坐视不理，于是出面拦下了他们。后来不知怎么就打了起来。当时魏无羡还边打边在心里自问，我这叫招惹是非吗？他觉得不叫。其实直到现在他也不曾后悔过救下那个女生。如果真的袖手旁观，
任由那群禽兽不如的东西糟蹋了一个好好的小姑娘，那可真是太混蛋了。然而，当年的魏无羡也不过是个在江家养尊处优长大的少年，虽然会打，但根本不可能轻松自如地应付这么多人，于是渐渐开始处于下风。再后来，蓝忘机出现了。说实在的，当时的蓝忘机在他眼里，简直和下凡救世的天神没什么两样。虽说两个人一块打，可到底寡不敌众，虽能勉强打成平手，可以仍无法扳倒局势。也不知道是打了多久以后，温晁一个偷袭，踢伤了蓝忘机的膝盖。魏无羡被彻底惹火了。他本来只把这场群架当作一时少年意气的打闹，并没有拼个你死我活的想法。可是温晁踹向蓝忘机的那一脚，彻彻底底激发了魏无羡满腔的怒火。他不顾一切地朝温晁扑过去，将所有力气都用在他的一条腿上，任由其他人的拳头怎么砸在自己身上，他都不去还手，只是拖着温晁的那条腿，一扯一折都下了死手，最后硬生生地打断了他。从此温晁就是个断了一条腿，一辈子只能拄着拐走路的瘸子了。魏无羡被温家一纸诉讼告上了法院。后来那名女生出庭作证，校方又调出了监控，温晁那边怎么都不占理，最后只是得到了一笔数目并不大的医药赔偿，被法院驳回了诉讼。可温家到底心不甘的。后头的事，魏无羡实在不愿再回忆下去了。他将头深深地埋进沙发上的靠枕里，深吸一口气。临近期末，魏无羡手头的事情比较多，3班和5班的同学经常向他诉苦，说蓝老师每天布置的生物习题多到让人喘不过气。魏无羡想着，蓝忘机不像是会给学生盲目增负的老师，给学生们留下繁重的学习任务一定是有他的道理，所以并没有跑去劝说。而这几天快要考试了，魏无羡的工作量也开始不可避免地大了起来。他不喜欢直接发下去一套又一套的试卷，而是依照不同学生的不同掌握情况进行习题整理，做成不同难度层次的题集分发下去，以便让他们用最少的精力获得最大的收获。另一边，他还要准备自己即将迎来的教师资格证件注册考试。这样一来，他开始了一天10几个小时连轴转的生活节奏。如果不是蓝忘机的日日督促，只怕又要回到从前一连2、3天不吃饭的日子。夜很静，只能听得见敲击键盘时发出的啪嗒啪嗒的声响。魏无羡将手上的试卷翻了个面，认真看看算算，又把一道比较新颖的题型打上去，这才把编辑好的文件存进 U 盘里。点下右上角的红叉，他抬起头揉揉太阳穴，看向放在桌子上的小闹钟，已经将近2点半了。魏无羡探身拿起桌上的一瓶药，发了会儿呆。